关于古埃及文明总带着许多神秘色彩。今天这期视频一起去埃及博物馆，会和大家分享关于古埃及人的形象管理、世界上最值钱的文物、木乃伊的制作、法老家的八卦，干货多多。古埃及几千年的历史，那三言两语肯定说不清，但其实没关系啊，我们只需要去了解几位比较知名的法老就可以了。首先就是这一位图坦卡蒙。这个应该是最知名的法老了。那这个图坦卡蒙为什么是最知名的一位法老呢？他有什么丰功伟绩呢？不是的，他死的时候就只有19岁，而且他的陵墓比较小，所以呢，他的陵墓呢没有被盗墓者发现，是到1922年的时候才发现的。他的陵墓呢在帝王谷里面，他的这些陪葬品都保存得非常好，包括他这个黄金面具。所以呢，也是因为他的陵墓以及他的这些陪葬品，让他成为了埃及最知名的一位法老。那这个面具呢，有10公斤，它的估值呢超过10万亿美金，是世界上最值钱的一个文物。哎呀，都10万亿了，其实我觉得意思就是无价之宝的意思。然后这里呢还有图坦卡蒙的黄金棺材，光是棺材就有7套，以及一些其他的东西，还有它的王座，它的王座非常非常的漂亮，印象非常深刻。它前面有2只狮子，然后狮子的眼珠子都会那种反光，里面好像是什么宝石。在埃及就是有这个好处，就有的法老呢，你是可以见得到他本人的。那我呢也是有幸见过他本人，对，我去过帝王谷他的陵墓里面，所以这个呢会在后面2集带大家去跟他本人见一见。要我说，这个图坦卡蒙呢，他们家真的也是非常的有流量哈。在这么多的法老里面呢，他还有图坦卡蒙的爸爸埃赫纳吞，哎，就是这位。他也在埃及博物馆里面有一个雕塑。那这位法老呢，他是一位宗教改革的法老。古埃及有祭司嘛啊，他们的权力也很大。埃赫纳吞为了巩固政权，就废除掉了几千个神，就只独崇一个他创的神吞。所以呢，他也把自己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改成了吞，叫埃赫纳吞。可是他儿子图坦卡蒙即位之后，又把这个多神教又改回来了。埃赫纳吞也有一位非常知名的王后，叫做纳芙蒂蒂。这个纳芙蒂蒂的头像呢，它不在埃及，而是在德国的柏林国家博物馆，也是一个镇馆之宝。那这位纳芙蒂蒂呢，据说曾经当过女法老，而且她是首位的封面女郎，也有人说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雕像看出，她确实是非常的漂亮。她呢其实是图坦卡蒙的继母啊，不是生母，但她还有其他的身份。古埃及呢，为了保持这个血统的纯正呢，是有近亲结婚的。这个埃赫纳吞，也就是图坦卡蒙的爸爸呢，其实他娶了自己的亲妹妹，而生下了这个图坦卡蒙。所以图坦卡蒙呢，他生来就有一些生理缺陷。那这个纳芙蒂蒂呢，她不仅是图坦卡蒙的后妈，而且呢还是他的岳母。她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图坦卡蒙。在古埃及，这种近亲结婚的例子太多了，因为在古埃及的神话里，很多神就是近亲结婚生出来的，所以他们的这种结合呢，就是强调血统的纯正和王位的这个神圣性啊。图坦卡蒙呢，他19岁就去世了，死得非常的仓促。他的陪葬品很多一开始都不是为了他而准备的，像是这个非常知名的黄金面具啊，其实它是有耳洞的。据考证呢，这原本可能是一个女性的面具，也有人说它就是纳芙蒂蒂的面具，然后后面被改成了这个图坦卡蒙的脸。这种例子在古埃及有很多啊，有很多的法老呢会去拿过去王朝的法老建的神庙，或者说他们的陵墓里的这些雕塑啊、石头啊，改个名字就变成自己的。哇，太好看了！然后还有一位非常知名的法老，必须要带大家认识，就是这一位。有没有感觉，就是整个博物馆里面好像单独为他开了美颜？大家可以猜一下他的性别。这个雕像呢，也是新王国时期的一个美术风格啊。但是我们会观察到，这位法老他有胡子，按理说应该是男性，对不对？但其实这个是假胡子。这位法老呢，他叫哈特谢普苏特，他就是埃及的武则天，第18王朝的女王，在位21年。
他的爸爸图伊是一位武力值爆表的法老，然后他死后呢，就是由他的儿子图二继位。他们有这个近亲结婚的传统嘛，记得我刚刚说过，所以他娶了这个哈特谢普苏特。可是他早逝啊，就由他的儿子图三继位。然后这个图三呢，登基的时候呢，就年纪比较小，所以呢，基本上都是由这个哈特谢普苏特来掌管整个王朝的。后来呢，他就自己继位了，这跟武则天的故事就很像。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呢，编造一个神话啦，说自己是太阳神的女儿，然后他还开始女扮男装，贴假胡子，用一些男性的称谓，所以我们也会看到他的肌肤呢是象征着男性的这种红棕色。那女性的肌肤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哎，看一下这一对啊。你看，男性就是稍微晒得有点红红黑黑的这种感觉啊，女性就是要白一点。在古埃及的审美里面呢，女性的皮肤就是要白，因为这才说明他们家足够富，她可以不用出门干活，不用晒太阳。大家会不会对古埃及人的这个发型很好奇？这是他们的头发吗？那他这个前面这个刘海是真发，后面的这个头发呢是假发。古埃及人呢，要么是光头，要么是短发，因为那边天气特别热，所以他们都喜欢去戴假发，不像我们古代人留长头发的啊。而且大家有没有观察到，他们特别喜欢画眼妆，就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喜欢画这种烟熏妆，而且喜欢画全包眼线。因为他们认为呢，美丽的人更容易受到荷鲁斯之眼和太阳神的庇佑，而免受疾病的侵害，所以他们特别喜欢化妆。在埃及你也会看到有很多的雕像哈，他们有的戴头巾，有的戴帽子啊，这分别是什么呢？像是法老呢，他们就会戴像这样的头巾，旁边就是这种蓝色一条一条的，这种头巾叫做尼美斯头巾，是古埃及皇室成员特有的头饰。那像是这种头顶上顶了红色盘子的呢，它就是神了。我们会在很多景点里面看到这种壁画，包括雕像，就会发现，在古埃及呢，帽子它就是阶级的象征，像是平民他们就是不可以戴帽子的。纳尔迈调色板上面就可以看见戴着红白双冠的法老纳尔迈的形象。过去整个古埃及基本都是沿着尼罗河建立的，因为统治的原因被分为上埃及和下埃及。这个上下呢和我们看地图是反过来的，因为尼罗河的流向是自南向北，上埃及约是开罗以南，而下埃及则是开罗以北。上埃及的法老会戴着白冠，而下埃及的法老会戴红冠。纳尔迈呢戴上了红白双冠，说明他征服了上下埃及。眼前的这个纳尔迈调色板就是埃及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因为这上面刻画了带着红白双冠的纳尔迈在公元前3100年统一了上下埃及的故事。还有啊，大家应该有观察到很多法老的下巴底下杵着一个这个东西，像麦克风一样的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假胡子。古埃及人喜欢佩戴假胡子，尤其是地位高的男性。以上呢就是结合着博物馆的一些镇馆之宝来跟大家分享几位比较知名的法老。接下来呢，来分享木乃伊的部分啊，重头戏。埃及博物馆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太平间停尸房，这里有非常多的木乃伊。木乃伊是怎么制作的呢？它有5个步骤。说的好像我要教你们做似的。首先，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先把尸体呢拖到尼罗河旁边去净化，念念咒什么的。第二个步骤就是移除内脏，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木乃伊里面是空的啊。他们认为脑子呢没有用，你的思维呢是由你的心去主导的，所以脑子里面的东西会给它捣碎了放掉，然后呢会在身体的左侧开一个10公分的洞，把内脏取出来。死后呢需要遭受审判的，所以这个心脏它会保留。那其他的一些内脏呢不需要，就是拿出来，然后有一些呢会把它保存在罐罐里面。像这种小罐罐呢，它叫做卡诺比斯罐，分别呢有人用来保护肝脏，狒狒用来保护肺，豺狼用来保护胃，鹰头用来保护肠。哎，对，就是这几个器官呢会被分别装在这些罐子里面。第3个步骤呢，就是脱水和干燥了。把凹陷的地方先填一填，然后呢放在一个倾斜的板上，放40天啊，让水分和脂肪呢流走。第4步就是往身体呢去涂一些树脂，用来防水防虫，然后还有一些芳香的油，包括雪松油，还有没药，让皮肤更有光泽。但这中间有个非常阴间的新闻，就是过去的欧洲人会吃木乃伊。因为他们认为木乃伊是一味药材，吃了可以强身健体。
之后呢，就是缠上布了。这个布呢，可能里里外外缠了10几20层。然后呢，就是要念咒，往它的这个心脏的地方呢放个圣甲虫或者是荷鲁斯之眼。这2个东西呢，其实在我们买旅游纪念品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2个元素。这个圣甲虫呢是用来保护灵魂的，而这个荷鲁斯之眼呢是用来驱邪的。OK， 最后一步就是附上面具，像是法老这一种级别比较高的呢，他们就会戴上这种黄金面具哈。像是平民也会有自己的面具，看像这个叫做法尤姆肖像，它就是在公元1到4世纪罗马统治时期的时候，兼顾了埃及的丧葬传统和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一个面具。那上面画的呢，就是这个本人的样子。哦，小朋友的木乃伊。古埃及的寿命也是不长啊，大概就是30岁左右。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会非常的感叹，古埃及人到底用了多少的精力和心血去为死亡做准备。无论是法老建造的金字塔、陪葬的黄金面具，还是平民用尽一生的积蓄积攒的一枚护身符，都是他们对于永恒的极致追求。我才知道，原来人类对于死亡的畏惧是可以激发出如此巨大的创造力，创造了如此璀璨的千年文明。那这一期关于古埃及的文化就分享到这里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干。下期视频会带大家去埃及的乾隆爷拉美西斯2世建造的整个埃及最牛的神庙阿布辛贝，以及去体验一下尼罗河上的 Golden Hour。阿斯旺真的是一个我遇到了很多故事的地方。那关于阿斯旺的体验，我们下期视频再聊。下期视频再见，拜拜。